法国星光照得高，红山围墙往死抄。个人能耐没输掉，输在配合差一招。台北时间7月15号，达拉斯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0-2输给西班牙，回了家。这场球的剧本赛前就写好了。天空体育撂过话，罗德里能掐死姆巴佩，西班牙的控球能把法国活活耗崩。法国那两个后腰会被人以多打少。今晚90分钟，法国一步没跳出这张剧本。今天老马带你一条条拆开，上黑板，先让法国这台进攻机器有多猛。OPPO 的数据摆着，法国这届场均将近8脚射正，是1966年以来所有世界杯球队里最高的。预期进球堆到14.3，比第二名多出至少1个半球。姆巴佩5场灌进8个，金靴领跑，一个人就创造了16次机会。边路的奥利赛5次助攻，是1994年之后头一个在世界杯上助攻到5的人。这套锋线一路杀到半决赛，几乎场场破门，没一个对手真挡得住。就这么一套班子，顶着世界排名第一，又是上届亚军、上上届冠军，来达拉斯奔的是史上第3支连进3届决赛的队。这场就是最强的矛碰最强的盾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进攻帮你赢比赛，防守帮你赢冠军。今晚应验的干干净净，可矛越利，盾找准了缝，扎得越狠。法国摆的4-2-3-1，前面4个进攻手全惦记往前压，身后就剩拉比奥和琼阿梅尼2个后腰扛整条中场。这个软肋，天空体育赛前就点了。法国这俩后腰机动性不够，到了中场会被人以多打少人数上压死。今晚西班牙冲的就是这条缝，结果这么一条史上最猛的锋线，整场3脚打正，头80分钟一脚正的都没有，怎么被摁住的？法国人自己赛后一条条说了，姆巴佩当场开炮批战术，连替补谢尔基都撂下一句：今晚我们技术上、战术上、拼抢上3条线全被打败了。往下，老马把赛前的剧本和赛后的账对着念。西班牙第一件干对的事儿，让法国压根没球可踢。天空体育馆这套叫以控球代防守，球一直在我脚下，你就没法进攻。控球本身就是防守。西班牙这届场均传球将近600脚，控球率6成6，全世界最高。6场球只让对手打正过7脚，是1966年以来世界杯史上最抠门的防线。场均只让对手创造0.31的预期进球，追平了乌拉圭1990年的记录。OPPO 那还有个数，西班牙是全世界唯一一支在对方半场传球破千还保持84%准确率的队。在你门前不紧不慢的倒，就是这份底气。那法国不逼抢吗？想，姆巴佩自己赛后说的明白，我们的计划本来就是高位逼抢，不让西班牙建立起节奏，可我们没做到。他还补了刀，说逼抢缺乏沟通，本该盯人紧逼，逼西班牙跟我们队跑，也没做成。为什么没做到？西班牙用一手假节奏化解了。法国替补谢尔基看得清楚，他说西班牙不慌不忙的倒脚，踢的是他们自己想踢的节奏。这套控场从门将脚下就开始，西蒙拿球从不慌着大脚开，先找中卫，一个后腰回撤接应，后场3个人倒脚，把法国第一波逼抢晃开，再往罗德里那儿递。法国前锋一波一波扑上来，扑一次空一次，阵型被一点点拉散。这套控加抢11个人一块干，丢了球，亚马尔巴耶纳这些进攻球员第一时间就地反抢，连打进点球的前锋奥亚萨瓦尔都跑到第74分钟累瘫被换下。奥亚萨瓦尔赛后说，全队想的就一件事儿，把个人的本事全放进集体里用，前锋都当成防守第一道岗。法国后场就别想舒服出球，头一个点球就是这么逼出来的。第20分钟，库库雷利亚把左路压死，高球落进禁区，迪涅回身解围，没看见身后的亚马尔，一脚踢在人身上。法国抗议说，球先蹭到亚马尔手臂，该判手球在先。VAR 捋了一遍，裁定接触在袖子那块不算手球，为时原判。奥亚萨瓦尔第22分钟一蹴而就，0-1。这球看着是迪涅个人失误，根子上是逼抢把他逼进了没时间没空间的死角。第二招是今晚整场戏的核心，也是赛前赛后对的最齐的一条。法国中场要被以多打手，天空体育赛早就点到了。赛后从谁嘴里应验的？姆巴佩，法国头牌。他赛后原话：中场我们是2打3，对西班牙太难了。法比安·鲁伊斯和罗德里有大把时间从容处理球，2打3，那凭空多出来的一个人怎么变出来的？西班牙的功臣奥亚萨瓦尔赛后亲口拆了，他名义上是中锋，该顶最前面，今晚却大量回撤到中场，专挑最不碍事、最难被盯上的位置。再突然冒出来，他这一撤，西班牙中场就从2打2变成3打2。你品，天空体育赛前料到，法国头牌赛后认账，西班牙功臣亲口交底，对上的是同一件事。中场西班牙多一个人，多这一个人能干嘛？奥亚萨瓦尔接着拆，
中后卫最不乐意的是，就是被人从禁区里拽出来，跟到中场。西班牙就用中场的多打少，一点点把法国中卫引出位置。中卫一被调出来，防线中间就撕开一道缝，球往边上一分，交给亚马尔那种给他1对1，给他50米就能凿穿你的人。这套话拿第58分钟那球一对，严丝合缝，球起于一次被封堵的射门，没出禁区，西班牙就地捡回，交到奥尔莫脚下。奥尔莫做回敲，右后卫波罗从右路插进法国中卫和边卫之间那道缝，推射远角，0-2。一个右后卫干干净净出现在对方禁区正中路那道缝上，这是算出来的。前面一串传导把法国防线扯变了形，波罗最后跳进去补刀。上半场就演练过，第38分钟法比安·鲁伊斯插禁区中路那次跑位跟这球一个模子，同一个地方，西班牙敲了一整晚，敲到第58分钟门开了。0-1之后，西班牙做了件跟大多数队相反的事，一般的队尤其淘汰赛领先一个球，大巴往后一摆，守着1-0过日子。西班牙没有，下半场一开场攻势就一波接一波。第51分钟，亚马尔反越位闯禁区被旗子摁下。第52分钟，奥亚萨瓦尔外围一脚打高，压得法国喘不上气儿。有记者赛后专门问过这条，说你们进球以后无球时还保持4-3-3，还往前压。奥亚萨瓦尔答得清醒，守1-0，自己会受苦，那点领先不够赢球，得继续踩油门，把第二个拿下，2-0才踏实。这套踩油门是主帅德拉富恩特的踢法刻进队伍里的纪律，无球时也一步不退，同样是领先，法国被摁着往回退，西班牙踩着油门往前追。第58分钟那个球就是这么追出来的。爱看这种把战术掰开揉碎讲的，右下角订阅点上。老马这个100人小台，天天陪你唠世界杯的门道。接着上课，说完进攻，说防守。天空体育赛前一句话最狠，罗德里就是掐死姆巴佩的那把钥匙。今晚这把钥匙把姆巴佩锁了个死。罗德里、加法、比安、鲁伊斯2个后腰，把中路整个包圆。法国想给姆巴佩喂球，先得过中场这关，可琼阿梅尼和换上来的科内拿球没走2步就被贴上被断下，那条从后场通到姆巴佩脚下的线从根上就被掐断。罗德里一人干了全队最多的4次犯规，有一回干脆一屁股坐在姆巴佩要接球的线路上，球还没到，人先把路占了。OPA 还扭个数，他这届抢回球权32次，排进全世界前5。这么一台抢球机器处在中路，姆巴佩想舒服接一脚门都没有。有人管这片中场叫罗德里岛。姆巴佩一整晚困在岛上，怎么游都游不出去，6次过人成1次，拖到第67分钟才踢出本场第一脚打门。打完一看，法国防线之间没有空间，边锋从头到尾没能落进一次危险的1对1。姆巴佩速度再快，没空间没球，一身本事使不出来。法国右路顶姆巴佩内切和奥利塞的是右后卫波罗，就是进球那个波罗，他一人干2份活，前面插上进球，后面把姆巴佩和奥利塞往里的路堵死。攻守2头都赢了对位，后防中路还蹲着19岁的库巴西。这里有个反转，赛前不少人还把这条年轻防线，尤其库巴西当成西班牙可以被针对的软肋。库巴西赛后自己也提了，说有人质疑我们防线和门将，我们堵住了嘴。他还说了句大实话，平时训练就跟自家这帮世界级前锋对练，场上碰见姆巴佩反倒没那么陌生。今晚他怎么堵的？姆巴佩3次被吹越位，几次想反身启动往身后钻，库巴西几乎都提前读到，像开考前偷看了答案，一次次卡身位疯传中。有一回姆巴佩眼看就要反越成功，库巴西一个箭步回追，硬生生把球够了下来。边上拉波尔特争第1落点，俩人把法国那几脚为数不多的直塞和传中全画在禁区线上。赛前的软肋今晚成了锁死姆巴佩的那把锁。再说法国自己的病，到了前场那最后一下总差一口气，这话法国后卫拉格鲁瓦认了，说差在最后一传的质量。他还补了句拼是拼了，可有些平时踢得通的配合今晚就是没踢通。姆巴佩把话说得更重，我们技术上太潦草，能伤到他们的时候没伤着，就算断进球第1脚出球也不够好，这就得输。数据比这话还扎心，法国上半场的预期进球只有 0.04， 预期进球这个数就是把你每次机会的含金量加一块，0.04约等于一整个半场。法国压根没创造出一次像样的机会，禁区里就打了2脚。赛前那台预期进球总数 14.3， 全世界最猛的锋线，今晚半场憋出个 0.04， 反差有多大，门道就有多深。死球也不行，法国全场9球7-1压着西班牙，可拉波尔特和库巴西能卡位能争顶，7个角球1个像样机会没转化，全场还吃4次越位，姆巴佩一人占3次，高球顶不动渗透被掐死，身后球又越位，
进攻卡在不上不下。更要命的是，丢球之后，有记者当场就问法国人说：“从看台上看你们丢球以后没了反扑的劲儿。”这话法国球员没法一口否认。像样的反扑要等到最后20分钟才来，杜埃上来敢突敢射。第81分钟，一记奔死角的重炮被西蒙飞身拖出横梁，补时登贝莱又累，连两脚全被西蒙没收。全场10脚打门，真正逼出西蒙扑救的就3脚，攒不出连续攻势，还有2处硬伤。第30分钟中，意味萨利巴背伤下场，拉克鲁瓦顶上，跟身边的于帕梅卡诺连喊位置的默契都没建立。拉比奥背着黄牌，半场就被德尚换拆弹。法国大半场都在救火，再重新搭积木，来回就剩巨星单点硬突，而这条路正好是西班牙赌的最死的。赛前咱做过一集聊法国那套三叉戟多恐怖，今晚回头看有点魔幻。那么恐怖的三叉戟，一整场加起来打正3角，3把刀都快，可全砍在西班牙那床叫组织防守的棉花上，使不上劲儿。这场2-0，最该学的老马归一句话：西班牙赢在一整套方案上，把你最强的点变成最没用的点。你最靠姆巴佩，就把姆巴佩焊死；你最靠边路单打，就把中卫调出来打你漏的缝儿。你想守1-0，偏踩油门再进你一个。这套东西最狠在哪儿呢？天空体育赛前那句说到根儿上，西班牙站位太聪明，结构本身就把大部分活给干了。他要的是11个人对同一套跑位，同一套逼抢，练到闭着眼都不走样。哪个人今晚状态一般不打紧，整套结构替他兜底。奥亚萨瓦尔累瘫下场，费兰托雷斯换上来接着按同一套踢，阵型一点不乱，把控球做到极致，再配上不要命的防守，凑一块几乎没法破。这才最难防，你没法靠盯死一个人来破他，因为下一个要你命的人永远在你想不到的位置上。两边球员赛后的嘴最能说明差距。西班牙人从上到下说的全是第几步做了什么，为什么坚持逼抢，为什么领先了还压上。复盘的是执行，打进制胜球的波罗。赛后头一句是这球是我们26个人一块干出来的。法国这边连头牌姆巴佩复盘来复盘去也是没能踢出自己的球，就差一口气儿，归到的是一种感觉。一边能把赢球拆成1、2、3、4条，一边只能把输球归给一种说不清的手感。这中间的距离比积分牌上那2个球还大。回到那句老话，进攻帮你赢比赛，防守帮你赢冠军，这剧本赛前就写好了。今晚90分钟，西班牙一个字没改地演完了，用一整套体系把世界第一的进攻拆得七零八落。法国还剩一场季军战，3天后在迈阿密，个人能力还是那顶配的个人能力，4年后也还在，可把11个人拧成一股绳的功夫，不是一个夏天补得上的。想跟着老马把这届世界杯最后几场捞完的，顺手订阅点上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咱们下一场见。